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L 红毯的名利场，陈牧驰蹭红毯，迪丽热巴欲夺魁，关晓彤秀咖位。近日 ，L 封上大典在杭州举办，作为时尚界的盛事，自然吸引了非常多艺人到场出席。每到这种露脸的时候，明星和团队都会精心打扮，就算不为了在红毯上争个魁首，也不愿意被同时代的艺人压在身下，因此每次红毯也成为了艺人们明争暗斗的名利场。在红毯上，女星自然要比男星受欢迎得多，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少见到一群老爷们在聚光灯下争奇斗艳的，大多都是黑白西装这类低调的服饰，而女星在穿着上则大有可为，各种礼服、纱裙、款式和样式也都各有不同。因此红毯不仅成为了女星们展示自我的场所，也成为很多时尚品牌展现自家品牌实力的地方。不过这些年的艺人也不像当年很多女星那般直接地表露自己欲要压艳群芳的意图。由于此前抢 C 位常常遭网友批判，如今很多女星走红毯也都相当低调。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当年很多女星五颜六色的礼服，这些年基本都往浅色系转变。从当年艳压别人，变成了如今专注展现自我，但不变的还是明星们想要在这个名利场中一较高下的心。这次 L 封上大典，古力娜扎表现就颇为大胆，头纱和短抹胸搭配娜扎本身立体的五官，完美展现了一股异域风情，可以说是吸引了诸多观众的眼球，有争夺这一次红毯妆造第一的潜力。除了古力娜扎之外，迪丽热巴这次红毯也赚足了眼球，不过同样是新疆美女，两人这次的风格却非常不同。古力娜扎的服饰都是为了凸显自己异域风的五官，走的温柔婉约路线，而迪丽热巴这边大钻戒、明艳的黄色礼服、恨天高的高跟，都透露着迪丽热巴这边准备走霸气女王的风格。如小巴之前所说，这几年不少女艺人都是走浅色系路线，除了明面上表达低调之意外，更在于浅色系的衣服不容易出事故。像迪丽热巴这次的亮黄色配绿色枝条的搭配，表现好了自然可以艳压群芳，成为整个红毯最亮眼的艺人，但表现不好就很容易出事故。这次热巴的造型就被不少网友怀疑是模仿了此前某大花的装扮，意欲在这次红毯上夺魁。毕竟如今正值热巴的巅峰期，如果在红毯上也能压住其他女星，这有利于往后的事业开展，可以提升自己在时尚圈的咖位。但从结果来看，不仅不少路人对这套服饰不满意，就连粉丝也认为这套衣服很拉胯。说到这次斗艳的服装，除了迪丽热巴选用了高亮色的服装外，李思思离开央视后首次露面也是一身大红色的晚礼服，但不愧是从央视出来的主持人，参加过春晚主持的气场就是不一样，很轻松的就驾驭了这种颜色带来的冲击感，对比女艺人感觉高了一个层次。当然大多数女星并没有像迪丽热巴那么有进取欲望，想要艳压众人。这次红毯不少女星都是继续针对自身的特点来设计造型，比如宋茜依旧是空气刘海配些碎发的打扮，虽然年纪增长了，但仍然走的可爱俏皮路线，黑色晚礼服会让整个造型显得更加灵巧多变。周冬雨这边因为身材单薄的问题，所以选择了比较紧身且露腰的服装，毕竟偏瘦的身材能展现出纤细的腰肢，不选晚礼服也是避免了周冬雨套进去撑不起来的尴尬局面。当然除了在造型上暗暗较劲，女艺人们在红毯上也比拼自身的时尚资源，毕竟是国内时尚盛典，谁更受时尚品牌的青睐也代表着自身资源的高低。这里面关晓彤作为童星出道的90小花，虽然没有杨紫、迪丽热巴风头盛，
但这次红毯却穿着某品牌的当季高定。当晚关晓彤的礼服确实彰显了华贵之感。据了解，该品牌的高定并不好租借，此前也只有刘亦菲、周冬雨等几人穿过，剩下的都是圈内大花级别在红毯上穿，基本很少有小花能借到，尤其还是当季的最新款高定。因此，关晓彤这次是秀了一下自己在时尚圈的咖位。而当晚刘诗诗也是穿着该品牌的高定出席的红毯，只不过是品牌过季高定，在咖位上显得略逊了一筹。而时尚资源更弱一些的杨紫，这次的礼服只是一般品牌的过季高定，就显得更弱了一些。如今来看，女星红毯虽然不像当年争斗的那么激烈，那么好看，但艺人们依旧要保证自己的形象最起码不弱于人，在明处展现自己的惊艳造型，在背后比拼自家的资源实力。在各种目光的注视下，谁也不愿意在这名利场中落败。这次 L 的红毯造型，你们觉得谁表现得不错呢？